致命伤是头骨的锐器穿刺，从形状间距上来看符合首次的特征。另外，从伤口的角度分析，凶手在行凶时和死者存在一定的高度落差。头顶上发现了大量的点状痕迹，怀疑是用力不足多次击打形成。如果死者就是这个丁有才，会不会是劫车了？现场那堆衣物中确实没有发现现金和手机之类的东西啊。那可能嫌疑人是搭乘出租车的乘客，杀人劫财劫车，然后再找个地儿把尸体埋了。丁有才的车属于公司的，离职之后就把车还给公司了。王头、刘洋，你们俩去找找丁有才的同事啊。小叶，你跟我再去户籍地看看去。是，走。是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有事儿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的朋友能从国外弄到 AD 的新药。你把老爷子的病历给我。要是麻烦就算了吧。确实麻烦。记得把病历给我。好，谢谢。这照片一看就是三秃子，错不了。丁有才，外号叫三秃子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头发就少。他这是出啥事了？村子里，哎呦，好几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那麻烦您详细的跟我们说说丁有才的情况。哎，好。这个丁有才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整天的还喜欢耍个牌。我们村子很久以前就拆迁了，他家也有2个小楼，可是都被他败光了。他父母啊，就他这一个儿子，砸锅卖铁给他娶了个媳妇儿，丁秃子他还不上进。都结了婚了，还整天的想着出去耍，两口子啊感情也不好，成天的打架。谢谢啊。有几次打得厉害啊，都闹到派出所去了。丁有才家暴啊？不是，是反过来。丁有才的媳妇啊，彪悍，人高马大的，凶得很。丁有才跟他打架，吃亏的时候多。要我说，这就是啥锅配啥盖儿。不过折腾的久了也消停了。除了这事儿，他媳妇还是不错的。给丁有才生了个儿子，还给2个老人送了终。丁有才有儿子？有啊，叫什么来着？丁有才的妻子和儿子和他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吗？丁有才媳妇是隔壁镇子上过来的，好像是姓于。人家是城镇户口，所以啊，孩子就跟着他妈。就为了能在县里边上好学校容易些，现在叫区里了。这本来对孩子是个好事，可是丁有才就不乐意了，觉着孩子跟妈他丢了面子，抬不起头了，就为这事啊还闹了好几次。哎呀，但是他又杠不过他媳妇儿，他一生气出去打工去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得有20年了。
他儿子丁宇和我小女儿是同年的，25岁。去哪儿打工了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那丁有才后来有回到过村里吗？回，经常的回，不愿意干重活，整天的还闲这闲那的，他干啥他也干不时间长。他媳妇啊就感觉指望不上他，就自己到市里找了份工作，然后把孩子也带到市里去了。那这个丁有才的媳妇儿，咱们还能联系上吗？我可没有那个本事，都烧成灰了人。丁有才的媳妇得癌症死了。丁宇那一年上初中，是3年前。那个叫丁宇的，现在干什么呢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有人说丁有才把他儿子带走了，也有人说丁有才就给了他儿子一点钱，就撒手不管了。不过后来我倒是见过他一回。谢谢大家啊！哎，招待不都吃好喝好啊！招待不都吃好喝好啊！哎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吃好啊！哎，好好好好。走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啊！哎，这个丁有才又再婚了啊，大概是10年还是9年前，丁有才，领了个女人回到村子里边摆酒。他也没找我开结婚证明，也不知道领证没领证。然后呢？后来他就带着丁宇走了。这个丁宇啊，学习成绩不好，没考上高中，可能是跟着他爸一块儿出去挣钱去了。那这丁有才带回来摆酒的女人，现在什么情况了？哎呀，这个女的看着挺年轻的也不爱说话，看着就感觉比丁宇大不了多少。当时可能也说过叫什么，但是时间太长了，都忘了。谢谢您啊，不客气。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来拜访您啊。好，随时过。回见。哎，好。这个我们就还拿走。哎，好，回见。哎，慢走。哎，回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二位慢走啊。好。喂，哎，叶谦，我们有新的发现。你等一下啊。说。这个土壤样本中发现了烧焦的锡箔纸的成分，应该是白事上用的那种纸元宝。凶手杀了人还给被害人烧纸，谁知道呢？这没准儿是图个心安理得吧。好，知道了，先挂了。师傅啊，目前已知丁有才的信息还是太少了，我觉得得从这个丁宇下手。丁宇应该是跟他妈妈在镇上落户了，回头我查一下他的身份信息。你已经把抢劫杀人完全排除掉了？我觉得这是熟人作案。农村讲究落叶归根，所以凶手埋尸时就尽量选择了靠近丁有才家乡的地方。埋尸时烧纸，说明他心中有罪恶愧疚感。至于那个 CD， 我觉得也是故意放进去的，但目前我还没想出来是什么原因。
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。嗯，好。小心车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谢谢。在这边。这边。今天学了些什么呀？想不起来啦？有没有上课不认真啊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看上什么啦？喜欢气球。穿上盔甲，马上出发，小心脚啊！宝宝，开车的时候这气球不安全，爸爸先帮你绑在这儿，回家了再玩，好不好？二位好，方强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警察。哦，有点事儿想问你。身份证先给我看一下吧。哦好。旅行社你开的？是，你看我这营业执照都在墙上挂着。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，我真没干坏事。那我怎么听说你开了个婚介所，还跨境婚姻，啊，挺时髦啊！那跨境婚姻这一块，那都是快10年前就没干这个业务了，真的。哎，二位，来，坐下聊吧。啊，来，谢谢啊。丁有才认识吗？哎，认识。怎么了？他犯什么事啊？哎，警官，他犯什么事？我知道，跟我真没关系。我们已经好多年都不见面了，连电话都没打过。可我听说你们俩关系不错呀。这以前呢，在一起开出租，啊，整天在一起趴台子，这闲了也打牌，这一来二去就熟了嘛。不过这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了。刘斌，哎呦，老爸，回去了，我刚回来。好。刘斌，绝壁湖。哎呀，这边齐对儿啊，齐对儿，来。哎呦，老丁，来，今天手气不错呀！哎，今天我可要大杀四方，今天可得有你！换人如换刀，好久没领你的钱了。这就看个人的手气了。哎，肯定有你。哎呀，你都不死开啊？这么多钱，客人又不多，好不容易凑个局子，还不玩2把过瘾？来，我的啊！丁有才和谁结过怨吗？丁有才吧，我觉得这个人性格挺好的，他对人也挺大方、挺仗义的。反正据我所知啊，他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。结怨倒不至于吧。这丁有才喜欢听歌，唱歌吗？他喜欢听邓丽君，这没事啊，还老哼哼。红豆，100分。好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给钱。
人气也没谁了。哎，这你来你就克我，看我的吧。哟，你干嘛呀？好，展哥一想，黄金万两。来，看我今天怎么大杀四方。丁有才有个儿子，知道吧？知道啊，我还见过几回呢。他们父子俩是老是倒班开车。丁有才让他儿子开出租啊？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啊？不是，丁有才那个儿子吧，长得有点老相，只要不吭声啊，他看上去跟20出头也差不多吧。反正这个开车啊也不难，就是熟练工，多跑几趟他就成了。轮打正，轮打正，先再挂一个，挂 D 档。哎，对，好，来往前，先往前，往这边，哎，出来，到，回轮，哎，好，到，好，慢点，到，对，到，哎，轮回来，回轮，对，到，再到，哎，再到。他们父子关系怎么样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嘛，这个父子俩有时候也吵架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他这个儿子挺懂事的，除了替他爸倒班，他还兼了好像很多的职。那丁有才当时有个女朋友，你认识吗？那个是我帮他介绍的。当时我不是想转行嘛，开出租太辛苦，也赚不了钱。正好呢，一个朋友这方面有路子，我就跟他合伙开了当时那个婚介所，能赚点钱，还积德呢。我听说还是个外籍姑娘是吧？哎呦，你看吧，她光棍一条，又带个半大小子，也挺难的。男人嘛，怎么也得找一个媳妇儿照顾生活，是不是？本来呢，我是想在本地帮他找一个，可是他那个条件吧，不好的他看不上，这好的呢，人家又看不上他，而且他要找一个老实听话的，千万不能像他以前老婆那样的。我当时不是正好在干那个营生嘛，所以就从外面帮他找了一个。哎呀，这警察同志，你看我待会儿还得出去办点事儿，我跟人家约好的，咱们是不是改天再聊啊？怎么的？坐这车不自在啊？哪儿能啊！我是个2米，但这辈子是第一回坐警车，这有点激动。哎呀，你们也太客气了，你看还专门送我一趟。说说丁有才吧，人家是自愿的吗？手续合法吗？那必须是自愿的。我还带他过境到那边，和对方家里人见了一面，亲手把这个彩礼交到了对方父母的手上。这一切都是按正规的程序走的。收了不少钱吧？哎呦，就是成本价，这个友情价10万块人民币。嘿，说说那女孩的情况详细一点。哎呀，这个我得回去查一查资料吧，这毕竟这么长时间了。我就记得吧，刚领回来的时候，给那姑娘起了一个中文名字，叫于玫瑰。对，好像就跟他去世的老婆是一个姓。那姑娘当时17岁吧。你不要这样瞪我，这个年纪在他们那边已经是晚婚晚育了。在我们这儿不成，那还得等几年才能领证。这后来因为不跑车了，加上生意忙，跟丁有才这个走动也就少了。再往后呢，这个联系也就断了。哎，警官，这丁有才到底怎么了？这听起来都不像是犯事倒像是出事了。发现了一具尸骨。
怀疑是丁有才。尸骨？如果能确定是丁有才的话，那他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啊，这去年我还见过他儿子呢。说来也巧了，那天我车坏了，叫了一个网约车，这个司机啊，竟然是他儿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手机尾号7482。哎，你不是丁有才的儿子吗？哎，你爸他还好吧？他回老家了。哦。使点劲儿，别跟没吃饭一样。带点夜宵。我是在想，以死者这个身高啊，就算是坐着想造成这个位置的穿刺伤也挺困难。如果是汽车座椅呢？不是已经排除劫车杀人的可能了吗？刚才出租车公司那边来信，说仔细查了当时资料。来办理还车和离职手续的并不是丁有才，而是他的儿子丁宇。丁宇拿着他爸的身份证，说老家有事儿，他爸先回去了，委托他来办理的。那这么说，丁宇的嫌疑很大啊。根据死者颅骨上的伤，如果是在车里，那么他坐的位置应该是副驾驶或者后排的右侧。这丁宇会开车吗？会。还没成年就跟着他爸倒班开出租。哎，丁有才那辆车在哪儿发现的？说不定那就是案发现场。出租公司说，那辆车快到报废年限了，但还没来得及处理，明天就给拖过来。丁宇现在就在本市，玩车司机。已经查到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了，师傅这会儿估计已经快到了。韩昭呢？他真的要出国了？可能吧，我看他发的那个朋友圈，店反正都转让了。你们最近没联系？联系了。我现在就想着好好工作，等他回来，止步于朋友的关系。嗯。还有你这个一直戴着的戒指啊，塑料质地的，漆面磨损严重。我推测啊，就是你们两个小时候玩过家的时候他送你的。
这个气球啊，像是带着小宝宝呢，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，带着害怕和好奇。这气球飘啊飘啊飘啊飘，小宝宝就用力地奔跑着，他还没有察觉到，他已经发生改变和成长。困了，困了就睡觉好不好？爸爸晚安。晚安。乖。喂，孙宇，我们是刑警队的。刑警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吧？我们就在你们楼下。孩子在家呢，刚睡，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明天啊？丁有才。一个人带孩子啊？麻烦小声点，谢谢，谢谢。孩子妈呢？分了。你们找到我爸了？为什么选那儿？离老家近，他那个人迷信，总是念叨着落叶归根，可惜最后也没睡上棺材。这3更半夜的烧纸，就不怕被别人发现吗？我也怕呀，所以也没敢多烧。你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就搬过去跟你爸在一起住，是吧？关系怎么样？就那样。听说经常吵架。我那时候小，不懂事儿。那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没有杀人，我爸不是我杀的。我们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掌握了相关的证据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承认人是我埋的，但不是我杀的。我接到那通电话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那你解释一下。什么电话？没出去啊？我刚回来。
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？我怕警察怀疑我。你要真的没做亏心事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跟我爸的关系一直都挺紧张的。我看那电视上还有网上说，只要出了人命案，警察一定会怀疑死者身边的人。你和你爸关系紧张，为什么？他对不起我妈。虽然跟他一块儿过，但心里那个坎儿过不去。那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电话和短信都是用我爸的手机，电话没打通，短信就是让我到那个地方去接他，但是不是我爸自己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就往老家走，半路上买了些纸钱、纸元宝。大晚上你上哪儿买的纸钱和纸元宝？我记得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殡葬用品店，好像在一家医院附近。那挖坑用的什么工具啊？铲子。一直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放着，因为老往远郊跑，路不好，沟沟坎坎，怕陷进去。车里就常备一把铁锹。转天，我找地方洗了车，还给了公司，跟他们说，我爸回老家了。这是我爸当时用的手机，号早就注销了，手机留着，本来准备当二手卖了的。我要是进去了，我儿子……没有其他亲属吗？我妈那边倒是有。但好多年都没有来往了。你爸喜欢邓丽君？那碟是正版的，限量版可不好买啊。我妈喜欢，我爸喜欢听邓丽君，就是受我妈的影响。那会儿，他们关系还挺好的。碟是我爸自己买的，一直在他车里放着呢，都没来得及打开，留着路上听吧。说说于玫瑰吧。我和他不熟。我爸死了之后，他就走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回家了。那你爸和他领证了吗？没有。他刚来那会儿年龄不到。那3年前他20多了，为什么不领证？这他跟我爸的事儿，我哪知道啊？他们关系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
你们住在一起？租一套大一点的房子，钱都紧张，怎么可能租2套？那据你所知，你爸家暴过于玫瑰吗？他在这边没有熟人和朋友？可能有些同乡吧，像他这样过来的人不少，但具体我也不清楚。方叔应该知道，他们好像还挺熟的。方启航？对，他们好像时不时的有些同乡的聚会，就是借的方叔的地方。爸爸。哦，找到宝宝啦！来，这2位啊，2位叔叔呢是爸爸的朋友，找爸爸呢谈一些大人之间的事情。那个，宝宝明天还要上幼儿园，我们先进去睡觉，好不好？乖。冷队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呢？办理监视。于玫瑰的护照信息、出入境记录，还有方启航的，一切都得细查一下。对，记清楚。好。冷队，丁宇3年前工作那家物流公司确实查到他工作信息，跟他说的呢也基本一致。出入境那边反馈没有查到阮世红，也就是于玫瑰的出境记录。于玫瑰那边签证续签的手续基本也是通过方启航旅行社代办的，包括丁有才死后。另外，方启航和咱们谈话之后，就订了明天飞西南的机票，跑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公安局了！公安局了！公安局了！把东西放下，东西放下！家人来正好，快把姓方这王八蛋给他抓了！他把我们的钱都骗了。方启航，方启航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。方启航，方启航，我们冷队之前见过。我不能出去，外边那帮人是来砸场子的，嗨，他们敲诈还恐吓我。跟他说，有什么话出来说啊，好好协商。方启航，不管你们有什么纠纷，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。方启航，哼，他们自己守不住外国小媳妇，就跑到我这儿闹事。人是他们自己去相看的，婚也是他们自己到那边定的，这睡也睡过了，现在人跑了来找我，又不是我让他们跑的，我就是组织个旅游团过去，跟我真没关系。我儿子碰都没碰到，那小娘们刚入境2天就跑了，我们可是攒了半辈子钱给儿子买的媳妇，孙子没抱上，人没了。我看不止我们一家，你们就是黑中介，故意骗钱的。还钱都一样，都是骗钱。放下来，把东西放下来，放下，放下。通知派出所，让派出所人来过来受理。是。3年了，这车肯定清洗过。又是出租车，不知道坐的人有多少。
所以得仔细点啊。表面上如果找不着，在这海绵或者织物里头，肯定能找到线索。小心点。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是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